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王一博400天隐身，却热度不减，他靠沉默定义了新时代顶流。当整个娱乐圈都在拼命刷曝光、卷热度时，有一个名字却已近乎隐身的状态，在400多天未进组拍戏的前提下，仍旧稳居流量金字塔的顶端。他没有刻意营业，也没有密集更新，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毫无作品动态，但只凭一场没有露脸、没有发声的看秀活动，就强势空降全球热搜第7、泰国热搜第1，席卷社交媒体。这个名字不是别人，正是王一博。顶流的两种路径，王一博属于后者。时尚圈最热的巴黎高定时装周本季刚刚落幕，而王一博作为香奈儿的座上宾，再次以无声的方式惊艳四座。他没有预热宣传，甚至都未在社交平台预告行程，只是默默现身秀场，就引发了各大时尚媒体、博主、粉丝的全网狂欢。从海外 KOL 到国内粉圈，从法版 Vogue 编辑到全球品牌大使，所有人都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沉默型爆点人物身上。这时你才会真正明白，顶流从来分两种，一种靠营销运作，一种则是热度自动找上门。王一博无疑是后者。400天没拍戏，他活成了行业的参考答案。在粉圈语境里，沉寂几乎是顶流最大的禁忌。试想一下，一位男艺人400多天没有拍新戏，也未参加任何综艺节目，若放在别人身上，可能早已流量腰斩、资源清零，甚至被判胡咖。但王一博的境遇却完全相反，他的粉丝没有焦虑，没有催戏，甚至在这段时间里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稳重与淡定，因为他们知道，王一博的存在感从来不是靠天天营业维持，而是靠一次次沉默后的高位爆发。他的沉默从不是空白，而是一种筹谋和蓄力。品牌界看得更透彻。香奈儿之所以连续第8次邀请王一博出席高定时装周，并非出于宠爱或粉丝经济的考量，而是因为它有足够的商业含金量。它是亚洲市场年轻消费力的引爆器，它是品牌认定最干净、最稳定、最有延展性的代言人。它不是来站台，而是坐镇门面，撑场牌面低品牌资产。这才是它真正的牌面所在，不是卷造型，是造话题。巴黎时装周上，王一博一头自然卷毛发型亮相，没有过度设计，却反而因其天然少年感的外形，刷爆国内外社交平台，卷毛王子一夜登顶热搜。他再次证明，真正的时尚影响力不靠造型师堆砌，不靠炒作话题，而是靠个人气质与稳定输出。他是话题制造机，但不是话题操盘手。他不混娱乐圈，他在重塑演员职业路径。很多人质疑王一博为何不上新剧，是不是退圈了？但事实是，他在以最清醒的方式走出一条更长远的职业路径。自2019年《陈情令》爆火起，他陆续出演《风起洛阳》《无名长空之王》《追风者》等多部题材跨度极大、人物类型丰富的作品。从古装探案到抗战谍战，从动作题材到航空军工，他用一次次挑战证明自己不只是流量艺人，而是有能力转型成为真正演员的那一类人。尤其是《追风者》播出后，曾经伴随他多年的演技争议几乎归零。无数观众用口碑告诉市场，他演技可以被信任了，所以他才能安心歇着，不是被迫，而是选择。他敢于拒绝无数轻松高薪的偶像剧资源，
知味等一个真正匹配自身成长节奏，能再次突破角色边界的剧本。对他来说，停下来不是浪费时间，而是为了再起飞。干净到无懈可击的偶像形象，在娱乐圈这个话题泛滥、翻车频发的时代，能做到几乎零负面已经不容易。而王一博不仅没有塌房，没有绯闻，甚至几乎没有一条能被实锤的争议点。他说话谨慎，从不口无遮拦，做事有分寸，既不卖人设，也不做情绪营销。生活自律，滑板、摩托、练舞、练车样样精进，获奖无数。这种自律是融在骨子里的职业素养，而不是粉饰的明星滤镜。不惹事，不蹭热度，不树立万人迷的虚假形象，甚至不强求大众共情。他在采访中向来话少，少有煽情段子，但每一个沉默背后都藏着一个清醒的职业人。就连业界那些对流量历来冷嘲热讽的导演、编剧、老戏骨们，对他也是少有的给予肯定，因为他足够稳，足够真，足够踏实。沉默的背后是下一场爆发的蓄力。你以为他400多天什么都没做？不，他在幕后做的事远比你以为的多。他在坚持体能训练，维持状态。他在深入角色筹备，拒绝不合适的本子。他在为演技加口碑加市场三者兼顾的下一部作品做准备。而这些沉淀才是真正让他屹立不倒的底气。他不是靠刷存在感博热度的偶像，而是正在成为内容为王时代的一面旗帜。他用实际行动告诉娱乐圈，流量可以不浮夸，不炒作，不博眼球，也能走得稳，走得远。他不是流量的幸存者，而是新规则的制定者。如今回看，我们会发现，王一博的存在已经不只是一个流量标杆那么简单。他正在重塑一个新时代顶流的定义，不靠话题，不靠运营，不靠频繁曝光，而靠作品，靠人格，靠长线经营。就像这次巴黎高定秀场，没有任何热搜操作，他却能因一句话没说，一张脸没特写而全球登顶热搜。这不是偶然爆红，而是一个自律又清醒的职业艺人。长期自我管理与精准选择的必然回报。他活成了这个娱乐圈的稀缺品种，一代偶像，打出了新规则。